大家好，欢迎大家观看今天的节目。说起文殊菩萨，想必大家都不陌生。文殊菩萨作为佛陀的大弟子，因为智慧辩才第一，被人们称之为大智，并和观音大悲、地藏大愿、普贤大行并称为佛教四大菩萨。有人可能会好奇，为什么说文殊菩萨是智慧第一呢？最常见的说法是因为文殊菩萨曾被称为七佛之师。在《佛说放钵经》中，释迦牟尼佛曾说过：今我得佛，皆是文殊师利之恩也。过去无央数佛，皆是文殊师利弟子，当来者亦是其威神力所致。譬如世间小儿有父母，文殊者佛道中父母也。而在《楚台经》中，文殊菩萨也曾言道：昔为能人师，今为佛弟子，二尊不并化，故我为菩萨。从这些经典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文殊师利菩萨的智慧之广大，甚至还是佛陀的老师，所以人们常以文殊师利菩萨代表智慧，常称大智文殊师利菩萨。而除了为佛师外，文殊菩萨的这种甚深佛智，在斩断烦恼方面也有非常特殊的体现。对此，梦参长老曾在文殊菩萨圣诞日之际做过一场意义非常的开示，揭示了文殊菩萨以无上智慧绝对断除烦恼的要诀。今天小编就将梦参长老的这场意义非凡的开示分享给大家，愿大家看后能与文殊菩萨相应，业障尽除，所愿皆成。诸位道友，今天是文殊师利菩萨的圣诞日，那么我们纪念此圣诞日的最好方式是什么呢？是接受文殊师利菩萨的教授，就是做一个最听话的弟子。文殊师利菩萨教我们怎么做，我们就去按照他所说的如法而做。首先，文殊菩萨教我们的第一个是厌离世间。我们自己应当回顾一下，我们对这个世间相是留恋呢，还是厌烦呢？是要脱离呢，还是要了却呢？当然，我们诸位道友，不管是出家的，还是在家的，或者是四众弟子，都想要离苦得乐。离苦得乐就是解脱，那你就应该照着菩萨的教导，先认识下这个世界。当你彻底的认识了这个世界之后，才会升起一种厌离心，想要脱离这个世界。文殊菩萨教导我们认识这个世界的苦，要把这个世界所有一切苦难，乃至咱们认为幸福的，其实也都是苦难，都要认识清楚。这样我们就没有了贪恋心，而贪恋心一旦没了，那么出离心就能升起来了。但是光有出离心还不够，你还得发大悲心。自己出离了，还要把我们所认识的这个世界的苦难给一切众生讲，让一切众生也脱离这些苦难。发出离的同时还要大悲，这两种都要靠智慧，得向大师学习。我们就学习文殊师利菩萨，得有智慧，得有般若。若没有智慧，没有般若的时候，你厌离心是不会强的。而有了智慧，便会认清楚这个世界全是苦的。有人会疑惑，这个苦是怎么来的呢？其实都是你自己照感而来的。尽管每天我们道友们都在学出离法，都在修行，但是我们的心，我们自己明白，一直被过去的业，现在所起的祸所束缚着。过去的业果，你的心降服不了，便知道是苦了，这时候就别再照感了。这苦是现在受的果，都是由你过去造的因所积聚的。而离苦的方法就是你别再造因了，因为没有因就没有果。可惜由于我们智慧力不够，烦恼始终断不了。为什么断不了呢？因为你心里头天天还在起祸，起祸是因，还在造业。假使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上所有这种乱象都是过去造的业，那我们现在别造了。业是果，那别再造因了。这时候要能够止心不起念，一切的恶念没有，没有恶念，当然不会感恶果，也能把过去的恶果通过积善因来消灭过去的恶果。不过知道是一回事，想要真正做到心里不起念，不造业，很多人的功夫都还没到家。而除了断除造业的因外，我们还要积累成佛的因。你心里一天所想，那就是起的业。我们想在三宝当中念佛、念法、念僧，每天都这个，
当然这是善念，善念能转变过去的恶果，但关键是你转的力量够不够。例如我们现在要大家念嗡阿拉巴扎那底，嗡阿拉巴扎那底是什么呢？消灭我们过去一切的恶果，用文殊师利菩萨智慧转变我们的祸，转变我们的业，都把它转成善业。嗡阿拉巴扎那底就是成佛的因，以这个因得到成佛的佛果。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假使大家功夫用得深的话，你可以从早到晚关照你的内心在想什么。过去我们有的道友用过这样的方法，我小时候也用过。当你预备一张清净的纸，起个恶念你点个黑点儿，起个善念点个红点儿，那你就这么记吧，一天点下来后，看看是红点多还是黑点多。假使你的善念多，恶念没有了，那么便表示你的因已经成熟了，容易开智慧。这是一种检验自己的方法。如果你能记得到自己一天除了诵经、念佛、念法、念僧之外，其他的念头没有，一切他爱的心都没有了，那说明你渐进道义，这时候表明你的心跟道相结合了。此外，我们还要记住一点，不能只是诵经，还要做到思维和修持。经上所说的什么话，那只不过是教我们做的，不光是念念就完了的。经就是佛跟我们说话，佛跟我们说话，教我们怎么样做，怎么样去断烦恼，怎么样去证菩提。那我们做得如何，这就是进一步了。不过光读诵不行，还得思维。思维经上所教我们做的，就是佛说的话，教我们怎么样去做，怎么样去想，口里怎么样去说。当你念经时候，你口里念的大乘佛法，念的佛的教授，口业是清净的。当你念经坐在那个地方，或者跪到那个地方去，身也清净。弥陀经教我们要一心不乱，不但一个时候一心不乱，还要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咱们检查一下子吧。就是你念弥陀经的时候，从头到尾你中间有妄念，你不是一心，那不是违背佛的教导了吗？一天如是，不能天天如是。你今天念弥陀经的时候打了些妄想，自己苛责，向佛忏悔。明天再念的时候，应该愈来妄念愈少，这叫有进步了。而念的经，经上佛所教我们做的，我们就照着佛说的去做，那绝对就成功了。成功的意思就是解脱了，了了生死了。如果你能这样做的时候，烦恼绝对断除。如果没有这样做，那念是念的功德，你对这部经只有读诵的功德。读诵的功德只是人天福报，不能正道。就是说，我们平常用功念经的时候，你自己问问自己，在这个时候生心了没有？生的是什么念头？心有念，有念就是妄；心到无念，无念就是真。这就靠你自己的功力了。乃至于你读诵大乘礼拜的时候，你的心在想什么？像我们最初求的时候，观想佛像，我礼到文殊师利菩萨，观想文殊师利菩萨，文殊菩萨加持我。这里再给大家说个纪念文殊菩萨的方法，功德也是不可思议。在我们最初开始用功磕头礼拜的时候，注重有相法门，等到最后你拜到深入的时候，能理的我不存在了，所理的相也不存在了，达到无我无人。这就是咱们拜忏的时候，能理所理性空寂，它的体性是空寂的。在这个时候，你的心跟佛的心，跟你能理的心，所理佛的心合为一体。能理是感，所理的佛是应，就叫感应道交，难思议，不可想象了。在这个时候，你为你自己求成佛，求消灾免难，效果非常殊胜。给人家回向，道友们求你让给回向，不论他求任何事物，你应当以无心来应一切有心，效果非常大。这个道理恐怕我们道友一时达不到，但是你最终的目的是达到这能理所理性空寂，能念所念性空寂，能说所说性空寂，一切什么无能无所，体性是空寂的。
如果大家纪念文殊师利菩萨以这种心纪念，能纪念的心跟所纪念的文殊师利菩萨一心，无能无所，心心相契，这就是不可思议了。这叫感应道交，难思议，不是我们能够想象或用妄想能想到的。你所求的功德是无量的。今天是文殊菩萨圣诞，大家就消业障念文殊师利，或者念嗡阿拉巴扎那底，底字多念一下，嗡阿拉巴扎那底底，念到没气了，抵不上来了，就差不多了。嗡阿拉巴扎那底，底底底底，这个底就消业障，底底底底底，一直消业障。有人可能会问，底是什么？就是心，文殊菩萨心，自己的心跟文殊菩萨都结合了，跟一切十方诸佛的心结合一起。希望大家能够把自己的心跟文殊师利菩萨心跟十方诸佛的心结为一体，底底底底底。正所谓智慧没有烦恼，慈悲没有敌人。希望各位佛友通过梦参长老对文殊智慧的开示，能够让我们学到文殊菩萨的智慧，并利用他的智慧去微笑面对生活。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